人云自在，大家好啊！真的好久不见了。在藏地呢，有流传一句话：如果连密勒日巴尊者都能成佛，那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希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密勒日巴尊者他的人生剧本跌宕起伏，简直超乎想象。一出生就是妥妥的富二代，生活优渥，无忧无虑，但命运却急转直下。经历了一连串家产被抢夺的悲剧，为了替母亲复仇，转而学习黑魔法，更是在一夕之间咒杀了35个无辜的人。然而，在最深的黑暗中，有天警觉了一切，痛苦寻求忏悔，辗转找到了尊贵的马尔巴大师。修行过程中，背石头背到长脓疮，全身变绿色，更是在雪山里挣得了红光身，成为西藏最伟大的瑜伽师与诗人。那今天就用最简单的方式跟大家说说这位从最深沉的黑暗走到最耀眼光明的传奇祖师，尊贵的密勒日巴尊者的一生。首先要从密勒这个名字的由来开始说起。尊者的祖辈是位名叫觉塞拉玛的红教喇嘛。这边跟大家说一下，红教喇嘛指的是藏传佛教中宁玛派的修行者。他们之所以被称为红教，是因为红教的僧侣传统上会戴着红色的帽子，所以跟后来兴起的其他派系，像是戴黄色帽子的黄教做区别。这边呢还有一个小知识补充一下，宁玛派可以说是历史最悠久藏传佛教的源头，其名称宁玛意思是古老的含义，属于藏传佛教4大派系中最早创立的。其祖师爷也就是大家所熟知最尊贵的莲花生大士所创立。在西藏被视为第二佛，法力高强，是伏藏与密法的象征。其修行者的形象有分为2种，出家众与瑜伽士，而其核心教法也就是以修持大圆满法闻名，这是一种非常高深的境界。那话说回来，觉塞喇嘛修持密咒，法力强大，因为得到了本尊的加持，而恰巧在那个时候，依靠密咒的力量，平息了许多鬼障与瘟疫，让众生得以安稳。因此当地信仰的人越来越多，并尊称尊者的祖父为琼波杰塞拉玛拉。之后某年，在其他地区来了一个大厉鬼，到处兴妖作怪，扰得大家狼狈不堪。直到最后真的没有办法时，有其他村民提到要邀请这位喇嘛来，于是派人前往邀请。而这时在当地扰乱的大厉鬼见到远处而来的觉塞喇嘛，立马落荒而逃。而觉塞喇嘛一看见逃跑的大厉鬼，并高声呼喊：大厉鬼，我琼波觉塞喇嘛专门喝魔鬼的血，抽鬼怪的筋，有本事就站住，不要跑。说完，咻的一声，立马朝着大厉鬼的方向疾奔而去。而此同时，大厉鬼逃跑边往回头看，吓得忍不住颤抖，并直喊：可怕可怕可怕，密勒密勒密勒。而这里的密勒是西藏的译音，意思是畏惧的表情。之后喇嘛更是命令大厉鬼不准再出来害人，因此觉塞喇嘛被越来越多人知晓。而密勒在藏语里就是可怕、让人畏惧的意思，但对虔诚的信众来说，这却是最高级的尊称。后来密勒甚至直接变成了他们家族的姓氏，代代相传。而这让鬼神都闻风丧胆的密勒家族最耀眼的一颗明星，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密勒日巴尊者。尊者诞生于西元1052年，生于西藏西部贡唐地区，也就是靠近尼泊尔边境的一个小村庄。根据密勒日巴传记描述到，尊者的父亲是当地非常有声望且富有的商人，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大富豪，靠着经营羊毛贸易致富，并与尊者的母亲，也就是当地的富豪女儿结婚，因此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因为他们家财万贯，父亲一直渴望能有一个儿子来继承家业，并在婚后几年，当时他们已经怀有1胎，但尚且还不知道性别。就在尊者降生时，
父亲刚好外出经商贸易，于是母亲便赶紧派信使前往通知。当信使见到尊者父亲时，便赶紧报喜说道：恭喜老爷，夫人生下了一位小少爷。而一听到这消息，尊者的父亲满脸笑容，非常高兴，并说道：这真是一个令人听到就非常高兴的消息，那这孩子就叫做文喜吧。因此密勒日巴尊者的本名就叫做密勒文喜，名字的意思就是一听到就高兴或者喜讯的含义。如同尊者名字文喜一样，幼年时期确实给家族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在这里，为了区隔尊者这段前半生的经历，接下来都会以文喜名字来尊称密勒日巴尊者。在文喜4岁左右，母亲生下了妹妹，取名为皮达。他们一家4口和睦融洽，兄妹俩在父母亲的庇佑下，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锦衣玉食，身上穿戴的丝绸，头戴珠宝，家中还有仆从，妥妥现代的上流社会。并且文喜常跟随着父亲一起到田间劳作，学习简单的农务和贸易知识。因为从小就聪慧过人，还拥有美妙的歌声，村里人更是称呼为小歌唱家。由于同时展现出非凡的记忆力和学习天赋，被家中当作未来的继承人培养。就这样，充满欢笑、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文喜年约7岁时左右戛然而止。由于父亲生了场重病，寻访名医都无法治愈，更是询问卜卦算命，也是得到父亲的疾病无法医治的回复。直到自己所剩的时间不多，为了保障亲爱的妻儿们的未来，于是便召开家族会议，将族亲长辈、远亲们统统都叫来家中，并跟家中族亲长辈们交代事先准备好的遗嘱，告知他们家产将由儿子继承，并告知族亲们，由于孩子还年幼，妻子与2位孩子们就多多麻烦各位叔伯婶姨们多多帮忙。还说到在之后拿我财产的一部分来安置我的后事，其余的全部财产要请各位在场的人，特别是伯父姑母多多帮衬妻儿，也给文喜定下了一门亲事，在儿子成年后成亲，家产将会由儿子继承。然而之后发生的事情也并没有很顺遂。就这样交代完事宜后没多久，文喜的父亲就病逝了。虽然族亲们一致认为财产应该都交给由母亲打理，但是伯父姑母基于财产坚决反对，更是提出男孩子的财产应该交由给伯父打理，女孩子的财产就交给姑母打理。然而其他的财产，伯父姑母2人又对半分了，所以最终并没有依照父亲交代的遗嘱处理，并对着他们3人说道：从今往后，我们会好好照顾你们。而或许你们会想，家产被夺走后，伯父姑母对于他们的打压应该就会就此停止，但这所谓的照顾却是将他们的生活一下子从彩色变成了黑白。从这时候开始，原本富裕的生活突变，家产被争夺，从此生活就像从云端跌落谷底一样。原本在父亲还未过世前，伯父姑母对他们的态度可以说是和蔼可亲，毕竟族亲们多多少少都有接受过父亲的帮忙。可是谁又能想到，伯父姑母对他们更是翻脸不认人，把他们当作佣人一样使唤，常常日不果腹。大热天要他们在田中作业，寒冷的冬天要他们织毛衣，天天逼他们劳作，但却只给他们长羹冷饭，有时候还会是收拾，甚至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动手殴打他们，把他们当作佣人一样使唤。由于母子3人的生活从天堂一下子掉落地狱，从小锦衣玉食的母亲对于生活的改变一时间无法接受，所以从原本人美心善的贵妇到满满怨念，日夜哭诉埋怨，无法接受现实的怨妇。但也就是这段从出生与幼年间的人生转折，
奠定了密勒日巴尊者日后传奇人生的前半生悲剧基调。想当然，任何人遇到这种巨变都会怨天尤人。文喜的母亲当年也是一样，常常忍不住抱怨，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沦落到如今这步田地呢？日复一日，哀叹不断。然而为母则强，为了年幼的孩子，再怎么辛苦，他也是咬牙撑了过去。于是就在文喜大约15岁那年，母亲联合周边村民商量后，决定倾尽所有，卖掉仅剩的嫁妆与这些年省吃俭用攒下来的积蓄，摆了一场盛大的宴席，邀请族亲与全村人前来。宴会上人群齐聚之际，母亲当着伯父、姑母与当年父亲宣读遗嘱时在场的族亲们的面前，重新宣读了丈夫当年的遗嘱，并郑重宣告，孩子如今已经年满15岁，到了该成亲继承家产的时候，伯父姑母当年代为保管的财产理应归还。不料伯父姑母当场翻脸，丝毫不认账，并大声呵斥，你们家哪里还有什么遗产？接着又倒打一耙，说丈夫年轻时向他们借了大量的田地、牛羊、珠宝，而如今人已去世，那些东西自然应当归他们所有，还指责母子3人恩将仇报，平日里他们早已仁至义尽，提供吃住。说完，伯父更是拿起马鞭，当众甩打在母子3人身上。周围村民虽然同情，但却无人敢上前劝阻，只能在一旁叹息。就在伯父姑母恶狠狠地对母子3人发泄完恶气，怒声吼道，你们想拿回属于你们的财产，我们谁都不给，又能怎样？有本事就找人来拿呀，没本事就去念咒。就这样一边讥笑着，一边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在他们走后，关心他们母子3人的亲戚们，还有青梅竹马未婚妻解散一家人，以及母亲的兄长，都留下来安慰他们。大家都愿意提供东西接近他们母子3人，但是母亲兄长舅舅认为他们应当学一些手艺傍身。母亲听完后，止住哀痛的心情说道，没错，既然我们无力拿回家产，也绝不能一直依靠别人来养活自己。我打算帮忙兄长种植田地。于是母亲与妹妹留下来帮忙舅舅打理种植田地。而在藏地宁上广一带，有位专修巴龙法的红教喇嘛，非常受当地的村民尊崇。于是母亲希望文喜能前往医治这位喇嘛，好好学习。画面一转，继续说到，文喜在医治红教喇嘛后，某次跟着师父一起受邀村民的宴会，村民们热情款待，准备上好的美酒宴席，他们与村民一同欢乐狂饮。而师父看到文喜已经喝多，便叫文喜先行将供养的东西拿回去。一路上，文喜回想在宴会上与村民欢乐的气氛与歌唱，一边不由自主地开始哼起歌。就这样，带着醉醺醺的意识，不由自主地竟然走在回家的路上。文喜唱歌的声音很快便被母亲认出来，毕竟小时候文喜的歌声可以说是红遍整个村里。这时母亲气得大哭，妹妹也冲出来对着喊道，哥哥，你看母亲都气成什么样子了。文喜当时还无法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当母亲停止哭泣后，对着文喜说，儿子啊，你看这世界还有谁比我们更凄惨呢？你怎么还能没心没肺地唱着歌呢？说完又继续哭。文喜不忍心母亲一直难过，并跟母亲说，母亲，请你不要再这样伤心了，儿子力所能及，母亲有什么心愿，不论什么事情，儿子一定会去完成。之后母亲说，我要你去报复那些可恶欺辱我们母子3人的人，但是我们势单力薄，唯一报仇的方式就是学习诸法和咒术。我要你把诸法咒术、降冰雹等术法
都学习精通，然后回来把那些苛待我们的伯父姑母，还有那些白眼狼的亲人，还有邻居们，通通都诛杀。这是母亲的心愿，儿子你能答应吗？文喜激愤地答应了母亲的请求后，即刻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在临行前，母亲还特意交代，要好好精进学习，要是不能完成母亲的心愿，母亲就会死在你的面前。因此，在前往威将求师的途中，临行前母亲的话犹如耳提面命一样，时刻的提醒着。于是，在倾尽所有供养后，先是在一位庸童多家喇嘛前修行，哭诉着伯父姑母如何狠心霸占家产，把身家性命全豁出去，只为求学到最狠毒的咒术来血耻。上师被他的至诚打动，也怜悯他的凄惨遭遇，而后更是引荐他去古隆巴喇嘛处学习致命的诛法。喇嘛对他说，一般施法闭关7天即可，但是文喜说，我要诅咒的地方在很遥远，请再让我闭关7天吧。为了更精进自己，文喜在闭关苦修14天后，护法神显灵，报应真的降临了。文喜施法的那天，正值伯父大儿子结婚，宾客满堂。曾经那些帮着伯父姑母一起欺侮霸凌母子3人的30多个人，刚好都一起到伯父家里来贺喜。一开始，有人开始尖叫，因为看到1楼处爬满有蝎子、蛇类等等。由于宾客众多，在楼下门口摔满满满的马匹，就如同现代车子停满的感觉。但是突然间，马匹们也疯狂，猛烈地撞断了屋柱，只听到轰隆一声巨响，整栋豪宅瞬间崩塌，满地都是倒塌的房子碎粒，到处堆着瓦砾灰尘，而在散落的木头和破碎的瓦片下，有着35个曾经欺凌他们的仇家当场惨死。而文喜却特意留下伯父姑母活口，想让他们活着亲眼见证自己这个报应。这时，文喜的妹妹刚好听闻声响，赶忙跑去附近张望，见此情景，赶紧跑回去跟母亲说了这个消息。妈妈，伯父家倒了，还压倒好多人，也死了很多人。母亲当时不相信，但心中暗暗窃喜，想着难道是儿子完成了心愿，于是也赶紧跑去附近张望。在看完后，开心的在路上大呼小叫，边喊边跑的说，各位出来看看哦，天可见怜，老天爷呀，当初他们不是说有办法就找人处理，没办法就念咒吗？各位亲朋好友、左右邻居，大家来帮我见证，活到现在，我的儿子终于帮我完成了，他们活该。就这样一路欢呼到家中，而街坊邻居听到都觉得发生的事情真的如同他说的。在得知事情的伯父姑母都气得要来找母亲，虽然最后被舅舅劝住了，但母亲知道早晚他们不会放过他的，于是写了封信给文喜，并告知村中发生的事情，还有35人的事情，也都一同告知了文喜。在信中说道，母亲心愿已了，但是有些人已经放话要谋杀我们，所以母亲希望你能再降下冰雹，在他们种植的田地里毁掉农作，顺带母亲已经把他们的所在地都随信附上了。由于文喜母亲的嗔恨心并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还要求文喜降下冰雹。但为了达成母亲的心愿，文喜又施咒降下了冰雹，将原本要收成的稻田摧毁。而那一年刚好是农作物最丰盛的一年，这时山里山洪爆发，将所有麦子冲向了河流，瞬间就被滚滚的洪水一同带走。这一切都是在他的咒力之下。然而在复仇过后，文喜的名声变得非常声名狼藉，因此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躲在山洞里日夜反思，连睡觉也不得安生。在噩梦中，日日被那些他所伤害的人指责，良心一直过意不去。所以文喜下定决心修行正法，寻找能净化业障的大师。
然而这段黑暗的复仇篇章却是成为他传说的核心转折的重要之处。在咒杀和冰雹造成的惨剧下，让悔恨如洪水般吞噬了20岁的文喜。他明白自己罪孽深重，对于曾经所做的恶行，想要寻求忏悔并弥补过错，于是一改原先的生活方式，赤脚乞食，只想寻找一位能洗净他满手血腥与安定他心灵的上师。因此文喜生出了出离心，想要往正道的方向前行。首先，文喜找到了他的第一个教他咒术的师傅，告诉他事情原委。而这位师傅也是如同文喜一样，对着文喜说：这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的，我从年轻到现在一直做咒术、降冰雹等恶行，你虽然年轻，但却跟我做了同样的恶行，将来这些都是要记在我们身上的。这时候文喜就问了这位师傅：那些被我们伤害的众生，难道不能让他们往生多帅天，或者得到解脱吗？文喜的这位师傅回答：理论上是有这种说法，但那只是文字而已，真正让他们解脱的一个也没有。因此我也决定从现在开始只修治利利他能带来实效的正法。你可以先帮我教徒弟们，之后我会带你一路往兜率天，走向解脱道，或者你自己去修持真正的正法，将来换你带着我做兜率天与解脱道的引导者。文喜，你如果决定去寻求正法，我愿意供养你所需的一切。文喜听完更是加深了要寻求正法的决心，于是答应师父。师父觉得文喜年轻有精进心，就帮他准备了行李，并给了一匹马和生活用品，并告诉文喜到茶龙这地方去拜见一位尊贵的拥灯喇嘛的上师，他精通大圆满，是一位真正成就的大德。在拥灯喇嘛面前，文喜上供，并坦白自己罪业深重，请求传授能让他今生解脱轮回的法门，并在接受殊胜的灌顶后修持法门。但由于之前文喜在修持咒术时的观念，认为自己聪明能融会贯通，因此咒术修持只要7天，但他增加到14天便有所成就。就是因为这样错误的观念，导致文喜生起了我慢之心。然而几天后，拥灯喇嘛前来观察弟子们的修行，在来到文喜前面观察后说道：你说你罪孽深重，看来是真的，我的法门无法引导你，现在你立刻前往罗扎乌谷。根据现代地名比对，就是在西藏山南市若扎县的地方，去那里医治印度大行者尊贵的那若巴尊者的亲传弟子，尊贵的大医师马尔巴尊者。他是一位伟大的藏密行者，已经证得3种5分别，这样圆满至高的大成就者，你跟他之间有着前世注定的缘分，你就去见他吧。当文喜听到马尔巴尊者的大名后，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不由得心中充满了无穷的喜悦，感动得浑身起鸡皮疙瘩，泪流满面。内心对马尔巴尊者升起了无法言喻的虔诚和信念，并在拜辞了拥灯喇嘛之后，一路上恨不得有1情千里的本事。与此同时，大医师马尔巴尊者在文喜赶路前往求法的前一天，在梦中亲见其根本上师尊贵的那若巴尊者，梦里见到本尊灌顶的景象。那若巴尊者视线坦诚，并传授极为珍贵殊胜的秘法，同时预言一位具足极大福德资粮的弟子即将到来。这场梦境象征着已经清净过去的众业，从此将正式承接那罗巴尊者的传承，并广弘大手印与那罗六法等极深刻殊胜的密续教法。与此同时，马尔巴尊者之妻达格玛在密乘传承中被尊称为达格玛空心木，也历经吉祥梦兆，并在文喜抵达前，马尔巴尊者跟达格玛说道：赶紧准备一下，我要去田里种田，顺便迎接我们今天的客人。好啦，今天这一集就说到这里，从出生到寻师的转折，下一次继续聊文喜见到马尔巴尊者之后，那段著名的苦行尽罪故事
与神通事迹。这里还有一段密勒日巴尊者的名言，就是匆忙吧，修法要趁早，一眨眼就轮回去了。那我们就下次见啦，